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学习外语，想要说一口流利外语的4个方法。那么今天说的第一点呢，就是坚持。对，坚持。第二点呢是什么呢？第二点就是善待你自己。第三点，一定要对自己有自信心。那第4点，大声朗读。第一点就是坚持。坚持呢，就是说每天你要用中文，不管是你听中文歌曲，或者是你跟中国人聊天儿，或者是你看中国的电视剧，或者是你通过看中国的新闻，或者等等其他的很多去接触中文的一些地方。如果只是单纯的每天在学习中文，它会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呢，你要去学会坚持。那坚持的话，它的方法、它的手段有很多。所以呢，这个就需要你去不断的找一下你对哪方面更感兴趣，找一些你感兴趣的那些方面呢，然后通过这些方面不断的来练习，然后呢，提升你的口语，提高你的听力。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点，坚持。对，必须要坚持下来。第二点是什么呢？要善待你自己。善待你自己。所谓的善待是什么意思呢？善待你自己就是说你要跟别人用中文沟通，用中文聊天，对不对？那么在你跟别人沟通的这段时间内呢，它肯定会发生一些问题，或者就是说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准备做一件事情，但是每当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一种就是说一种遗憾，特别遗憾的感觉？我如果在这方面稍微再努力一点就更好了，如果我能说流利一点就更好了，如果我知道这个单词，那么我就可能听懂这个对话就更好了，可能会有这种想法。因为呢，你在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你就在责备你自己。我说的要对自己好一点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不管你表现得怎么样，都应该对自己说，你已经很棒了，很厉害了。因为一开始你的中文并不是很好，但是现在你可以跟他们进行简单的对话，简单的聊天，你的中文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。所以对自己好一点，就算你做错了，说错了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没有任何人会怪你，因为他们知道你不是中国人，你肯定会出现错误，但是不要太在意你出现的那些错误。如果你一直把自己沉浸于那些错误当中，一直在想你做错的，或者是你说错的一些中文的话，或者是说你对某些事情非常遗憾的时候，你一直处于这个状态，对你的中文提高帮助并不大。好，记住善待你自己。第3点，那么我今天还要说的第3点是什么呢？第3点就是一定要有自信心。所谓的自信心呢，就是就算你中文说的不好，说的不够流利，不要害怕，大胆的去说，大胆的去表达。只有你不断的进行一个表达，不断的跟别人进行一个沟通，这样的话你的语言才会有提高。因为语言只是我们进行沟通的一个手段，你如果没有自信心去和别人进行沟通，那么学习语言它就失去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对话的一个桥梁。所以一定要坚持，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你可以的，加油。第4点呢，今天要讲的是什么？大声的跟读、朗读。因为你在跟读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发现你不会的单词，那么你先不要去查看这些单词，你先要读，跟读。因为跟读的过程当中可以形成你的语感，语感是非常重要的。比如说我们跟中国人见面打招呼的时候，我们会说
你好，我们不会说你好，你好啊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们不会说很高兴认识你。那么所谓的语感呢，就是这样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对，这些呢，就是需要我们在后期语感当中形成的，所以一定要保持你的语感，也就是说跟读。在跟读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很难，因为它的速度或许有些快，但是你要记住今天的第一点，坚持，或者是你缩短自己第一次的时间，比如说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是5分钟或者是10分钟，那么第一天你可以给自己从1分钟，从20秒，或者是从5秒开始，然后经过一个不断坚持、一个练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慢慢的，你就会得到一个提升，得以提高。语言是坚持下来的，而不是爆发的。所以，如果想要学好你的语言，记得坚持。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了，如果想要说好中文，怎么样呢？你要坚持6个月的一个学习，做一个学习方案，对吧？好了，跟我说的去做，坚持6个月，坚持6个月，拥有6个月的信心，那么这6个月，你的中文会超越你想象中的你。好了，那今天总结了这4个方法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哦。第一个呢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我要听你说，对，第一个坚持。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？对，善待你自己。第3个学习方法呢？对，要有自信心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呢？大声朗读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，再见，拜拜。